嗨，你好吗？我是付小米，今天出差来上海，天气非常好。你呢？在哪座城市？工作还顺利吗？也感谢你听到我。今天晚上呢，要继续和你分享好听的故事，而这个故事一开始有点悲观。这是一位老公的自述，所以呢，我会用男性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。昨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和老婆离婚了。走进民政局的那一刻，我满心欢喜。我以后再也不用听到这个女人的唠叨了。我可以随便抽烟，也可以出去跟朋友喝酒。回到家不用再看她那张又黄又丑的老脸。尽管我爸妈都不同意我们离婚，说离了2个孩子可怜，但是我已经忍了好几年了，再也忍受不了了。对于孩子我很抱歉，不过孩子嘛，定期给他们打生活费就行，他们又不会不认我，还是跟我姓。离完婚之后，我约了好几个朋友去撸串喝啤酒，几个大老爷们儿喝多了都说羡慕我，说我这下是真的自由了。其中有朋友刚吃到一半就接到老婆的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家。还有一个朋友接到了孩子的电话，奶声奶气地说有一个家庭作业要问他。按照以往来说，这时候我老婆一定也会给我打夺命连环 call， 操着大嗓门问我上哪儿鬼混去了，而每次我都是敷衍几句就挂了。现在不同了，我离婚了，没人能管我了，手机没人打进来了，微信也没有一条消息。说实话，那时我有1秒的失落，突然觉得一直在我身边的人不见了。但很快这种失落呢就被我抛在脑后了。我打算今晚和他们喝个通宵，不醉不归。喝到凌晨1点多，我打了个车回家。回到家黑漆漆的，没有人留灯，我下意识地叫了一句老婆，才突然意识到我已经离婚了。我躺在床上，渴得想喝杯水，没人帮我倒水。我打算去洗澡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睡衣。把袜子扔在旁边，自己也不想动手洗，平时都是他洗的。就这么一觉睡到今天上午10点，我睁开眼睛，房间里安静得可怕，没有人叫我起床吃早餐。我爬起来走到厨房，却无从下手。冰箱里还有牛肉、鸭子，都是我爱吃的，但是现在却没有人做。我最后还是选择吃了一桶泡面。再也没有人念叨我吃垃圾食品。我突然觉得家里好安静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吃饱以后，我躺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，不小心看到茶几底下压着的一张试卷，打开来看了一下，才发现老二已经上5年级了，旁边还有他妈妈的签名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这个家里的这么多事都是我老婆做的。从昨天离婚到现在也不过24个小时，而我仿佛已经度过了1个星期。这明明是我自己的房子，当我住在这里，却总觉得一切都不太熟悉了。我找不到我想穿的衣服，也不记得指甲刀放哪儿了。厕所纸巾没了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。冰箱里的食材我大多不会弄，喝冰啤酒喝得我胃痛。厨房变得很陌生，再也不会传来香喷喷的味道。卧室的地板有点脏了，而我却一动也不想动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废物，除了上班什么都不会做。我真的有点后悔了。离婚才过了24个小时，我就开始怀念我老婆在的日子。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是嫁到别人家里，做别人的儿媳。她在家里承包了所有的家务，还要细心地带孩子，还要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。以前总觉得女人很轻松，
男人要赚钱养家才难。可是现在才发现，女人一点都不容易，她要做的事不比男人少，那些琐碎的事情不都是她干的吗？我经常嫌弃她老得快，有时候还叫她胖子，可是我却没有想过原因。因为她省吃俭用，从来不舍得买贵的护肤品，是因为她每天操劳，没有精力打扮自己，是因为她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庭。我以前还嫌弃她唠叨，说她是大嗓门，现在才明白，她是为了关心我，她叮嘱我不要总是吸烟，告诉我开车不要看手机，晚上不要喝太多酒。这些哪一点不是为了我着想？这个世界上买不到的是后悔药，总有一些人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可笑的是，我才发现我就是这种人。想当初刚结婚的时候，她也只是一个瘦瘦的温柔的女孩子，是家里的掌上明珠。后来她生孩子，我永远记得听到她在产房里的大声喊痛。那时候我曾经告诉自己，一定要用一辈子的光阴来好好保护她，珍惜她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没让她过上一天舒服的日子。有时候工作不顺利，回到家还要把气撒到她身上，然后和她硬吵一架。在网上看到一句话，无能的男人才喜欢骂老婆。以前这句话不以为然，现在仔细想想，也许就是我太无能了，没有能力给他和孩子好的生活条件，所以才总是喜欢责备他。可是走出这个家门，我又敢骂谁呢？还不是因为我没本事，所以才喜欢在家里显摆本事。他有时候跟我说，下辈子他再也不想做女人，让我做一次女人试试，你就知道背后的苦了。离婚才仅仅1天，我就发现家里有那么多的事情，原来都是他在操劳，不是1天2天，而是10几年呢。扪心自问，我除了给这个家赚钱，我还做了什么？我不做饭，也不洗衣服，甚至连袜子懒得搓一下，从来没有倒过垃圾。我不用辅导孩子的作业，也不用送孩子上学，甚至连我自己爸妈生病了都要他来照顾。他省吃俭用，从来不舍得买贵的东西，但是对我却很大方，生怕我在外面没面子。每当逢年过节的，他都是最忙的那个，不仅要搞大扫除，还要准备丰盛的晚餐。而现在我已经跟他离婚了。以前我总觉得我离婚了一定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，更年轻的，更漂亮的。可是我照照镜子，看着自己凸起的啤酒肚，渐渐稀疏的头发，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再像他一样爱我，爱这个家了。女人的这一生，从她嫁人那一刻开始，就等于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交给一个男人了。男人需要的是好好保护她，宠她，让她做你的小公主。现在我才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再和他吵架，不会再冲动地说出那一句离婚。点个再看，希望天下男人都能好好珍惜自己的老婆。听完这个男人的自述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珍惜现在，珍惜自己所爱的人。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吧。人生不易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